很多币圈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比特币10月是表现最好的一个月，极少一部分知道比特币9月是表现最差的一个月。如果你像我一样一开始投资金融市场就是在加密货币的话，你可能不知道一件更广为人知的事实是，美国的股市100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月份也是9月份。那今天这支影片，我们除了带大家看一下基本面，也分享一些技术面信息，帮助各位更好的理解市场。在视频末尾，我们也为各位撸空头的玩家准备了开学大礼包，今年一定要有个好结果。然后呢，这个可能是短期之内今年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今天川普的 DeFi 代币 WLFI 正式上线。那这是一个 DeFi 的项目，如果你当初没有参与早期的投资的话，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是一个跟川普息息相关的项目，它不是一个咪咪币项目，所以对于川普之前的 Trump 咪咪币，我更认为它很有可能是川普家族未来即使在他退位之后还是会持续长期经营的一个项目。导致认知差异的原因是，川普的咪咪币很多人直接把它理解成为政治的现金，但是这个 WLFI 现阶段很有可能是政治现金的意义更大一些，但长期而言它会是一个常态运作的 DeFi 项目。那这样一个 DeFi 项目呢，即将在9月1日晚上8点钟开放代币的申领跟交易。预期的话一共有2个剧本啊，就是参与者纷纷套保，然后开盘价格一泻千里，就在这个币开始卖的时候呢，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市场动荡。如果你有买到这个币，就获利了结把它卖出，因为现在的预估价已经比它实际当时买的价格高了很多。卖出之后呢，川普也没有喊盘，也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那这种属于非常好的情况。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币复刻了像川普刚上市初期的上涨行情，甚至引发了亚空行情，什么意思呢？就是透过现在实际流通不高、市值不高的这个特点，项目方跟做市商选择拉盘配合。川普呢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喊一些祝福的言论，类似于喊单，把所有的资金目光转移到这个币上面。那可能更多人担心的是，它是不是吸血币？吸血山寨币可能会发生，甚至吸血在本来这2个礼拜走势比较差的比特币和以太币等等蓝筹币。短期之内的话，一定要留意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摊开过去几年各个月历史走势，这个是比特币回报率，在一个长期总是上涨的比特币市场，过去13个9月里面有8次9月份是下跌的，平均下跌 3.5 百分比，这是12个月份里面最糟的。美股9月也是一片萧条，是不是因为股市对加密货币市场的影响，才导致了比特币跟以太币在这10年当中有这样一个走势？那基本上你去调查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在分析这个季节性因素，最主要的理由有以下几个。第一，9、10月份的季节性消费降级，一般来说暑假的时候大家都会出去玩，所以消费会比较多。但是9、10月份呢，小朋友开学，然后这个消费力呢就会相对来说少一点。那你要多存一点钱，或者是你的钱呢在暑假的时候呢花的太多了，所以这段时间的消费会比较低，报出来的数字自然也比较低，经济看起来会稍微弱一些。第二个是更多人提到的关于避税跟年度粉饰的调仓行为，这也是我相信最重要的。就美国现在很多基金公司，他们采用的是会计年度，并不是上年的12月31日，而是在10月31日作为年度的结尾。那为了要在这个年度结尾把财报交上去的时候呢，第一是避税，因此他们可能会去做一些不同的调仓行为，去实现一些未实现的亏损。这个通常是卖出一些表现不好的股票，以及是把其他部位即使表现更好的部位去套现，来实现年底的收益分配。不过呢，大家需要知道的是，9月份平均以来走的是比较低，但不代表每一个月都走的比较低。我们再看向比特币恐惧贪婪指数，似乎在今年9月份，大家已经提前进入恐慌模式。比特币在下调至107000附近的时候呢，大家就已经这么恐慌了。我们看向比特币恐惧贪婪指数，似乎大家今年9月份就开始提前恐慌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向是39，比特币才跌至了107200附近。但今年从8月份就开始跌了，有没有可能今年8月的下半月就已经反映出了9月的恐慌呢？所以今年有可能会走出一个不太一样的面貌，像是23年8月下跌，9月就上涨，2015跟16年也是8月在下跌的时候呢，9月就会看到上涨，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合理运用我们指标平台可以省去你不少的时间，并且我们的交易指标平台呢也进行了大更新，请保持每日的签到以及新手祝福区的任务。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很快为大家带来空头效应，而且不是一次性的，只要我们的量化策略一直在跑，就会一直有空头，把平台量化的收益转化为 token 空头给大家，请大家拭目以待。更新的 SYP 系统的话也抓紧时间去申请注册，注册的话是需要使用到我们的注册链接的。那仅需要完成简单的任务，输入我们交易所的 UID 即可以获得对应的会员权益，解锁我们平台所有你能看到的指标功能。
如果您是刚入圈的新人，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OKX 交易所最强新人福利，数字盲盒手续费减免。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我们的注册链接也可以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XT 交易所，全网合约最高返现比例 20%， 现货 49%， 以及我们协同币安、OKX 和 XT 交易所进行的独家签约的跟单交易，利用手上闲置资金进行跟单，可以让自己的利益增长最大化。以下是如何在合约跟单当中找到我们这一个平台，为大家跟进一下比特币的技术面分析。在过去整个周末里面呢，比特币价格都没有办法反弹超过11万美金，甚至一度出现下跌。比特币多头相当弱，往下的话就差一点碰到这一根多头的曲线。如果这一个曲线一旦跌破的话，很可能在9月份比特币的价格要跌破10万美金。现在显然是比特币多头最后的长线，比特币的多头呢也正在告急，到底还有没有戏？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些值得交易的机会吗？我们将时间线拨回月线级别的比特币，比特币在8月13到14号左右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但是迅速就下跌，从8月14号开始就连续下跌，整个8月份都没有出现过任何大反弹。用月线级别来看呢，确实是停止上涨的一个空头信号。下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点位呢，可能会落在106000这个点数。如果这一步都跌破的话，月线级别要看回撤，至少要回撤到10万美金以下。那我们看完月线级别后呢，再看看比特币周线级别。周线级别的比特币呢，可以看到两个顶，112000是一个分水岭。那么周线级别的话，没有在这个位置以上，就是一个空头的信号。这里呢是一个很明确的多空分界线了。如果看到任何一周涨回来了，可以考虑中长线，就是看涨，这是比较右侧的一个想法。那如果这个周线级别按照这个摸底的话，周线级别的多头曲线比月线级别的看涨地带更低，起码这个点的话都要去到9万多，看起来是一个悲观的信号。我们的交易指标平台呢也给出了一定的策略啊，现在的话不是以做多为主，短期吃空的一个收益。那这里呢是做空单，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添加一下我们 C7SYP 的群组。这是我们根据短期做空策略得到了一些收益图。另外需要跟各位观众提醒一下啊，这里的红球跟绿球分别代表什么意思？绿色的话代表做多信号，红色代表做空信号。如果球越多的话，代表短期内出现底部的概率越大；红球越多呢，短期内出现顶部的概率越大。所以呢，还是要根据信号的灵活调整你的仓位。每一次提供这个策略的时候呢，仓位都会有一个百分比啊，不要把自己所有的钱都进行梭哈，选择一定合适的仓位。有关于比特币技术面、基本面的分析就到这里，接下来分享 ADS 指纹浏览器开学大礼包。Spower 指纹浏览器9月大促，薅超级羊毛，享最低折扣，吃福利加码，拿好礼相送。活动时间是9月1日到9月30日。活动包含套餐聚会，年付套餐享4.8折，史前最低；新增540天套餐享4.2地板价，还有季付7折，半年付6.8折，供需选择。Nice。新人首次订阅30天以上套餐，立返 50% 赠送金，封顶30美金。如果您是使用我的注册链接，付款时自动享受 3% 的优惠，年付 4.5 折。满额礼包，单笔实付满600刀可以获得200京东一卡一张，还有机会参与抽奖，赢取 iPhone 16手机一部。实在是撸空头必备工具，收益拉满拉满。